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伙伴强尼。本期我们要玩的游戏是《死亡搁浅2》，毫无疑问是本年度最值得期待的大作之一。在发售后，我也是第二时间就奔赴墨西哥和澳洲，开始紧张的送货之旅啦。虽然网上有很多攻略都在说本作的白金市场需要80至100个小时，但或许是因为年纪大了不能开夜车的缘故，我在不参照任何攻略的情况下用了将近150个小时才拿到白金奖杯。但是这个时间也是很有水分的，其中不乏一些测试路线和玩法，还有忘记关游戏跑去忙别的事情的挂机情况。但无论如何，我的白金时长也超过100个小时了。相较于一代而言呢，本作少了收集芯片和顶级配送的奖杯，使得白金的难度大幅的降低。但是由于本作的路线较长，而且路上的小石头也变得很多，各个据点提升等级所需要的 like 也变多，使得本作的白金总时长和一代也是差不了多少的。本作共有55个奖杯，其中16个是剧情奖杯，会在每一章结束后自动获得。还有一部分算是教学类的奖杯，会在游戏的过程中自然获取。而这类累积性的奖杯，我们也是无需特别注意，只需要游玩的通关就会解锁的差不多了。如果有个别遗漏的话，也可以在通关之后再来获取。所以怎么样，才刚刚开场我就带你拿了30多个奖杯，白金的进度一下子就完成了一大半，效率有够惊人吧？在我看来呢，死亡搁浅算得上是一款剧情向的游戏，至少可以说剧情要占很大的一部分。所以初次的游戏时，我建议你尽情的享受剧情，随意游戏。本作不存在任何会错过的奖杯，全部都可以在通关之后再专门回来收集，而这恰恰也是我感觉最有效率的白金路线了。 OK，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需要我们稍微动一动手指的奖杯。比如在遭遇山姆第一次的腋下狂喜之后，我们会来到休息室，此时我们可以将之前拍过的照片设置成房间的壁纸，这里必须要使用我们在游戏中拍的照片才行，使用系统送的那些是无法跳杯的。VR 训练的奖杯并非是一开始的靶场训练，而是在剧情来到第3章之后， NPC 会告诉我们的特别项目训练，随便完成一个项目就可以获得奖杯了。这些训练的项目我本来还特意录制了 S 的解法，后来发现 S 根本就没有什么难度，谁会需要攻略？所以我就是在这种地方浪费了很多时间，才导致花了这么久才白金的。在开放了强化功能之后，我们只要随便点一下就会获得奖杯。这里的强化选择你根本就不需要考虑，它是可以随时开关的，在关掉之后点数也会全数返还给你。而如果你是有志拿白金奖杯的玩家的话，这些技能在后期是可以全部点满的，所以这里根本就不需要考虑， just do it。 大功告成。这个奖杯需要我们按住十字键的下键，然后选择右下方的这个。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向玩家提出任何的请求。这里还可以看到告示牌，我们可以将它设置在人们的必经之路上，通常是据点的通路、飞船的入口处，或是某个 BOSS 战或剧情之后我们所站的地方，这样就可以骗到一些赞。不过这个其实也无所谓，毕竟我感觉告示牌真正的用途是用来给其他玩家指路的。当我们修复了一段高速公路之后，就会获得修路的奖杯。有了高速路之后，我们就可以更好的送货了。在游戏的过程中，我们需要不断的修复高速公路，这也许就是天命送货员的使命。毕竟我们的山姆可是曾经连接了全美国的男人，正所谓关于修路，我需要说明的是，尽量不要在这片区域联网之前就投入大量的资源去修路，因为通常在联网之后就会有 NPC 和玩家来和你平摊这些修路的材料，所以等到这片区域联网之后再修路，会节约大量的材料和你来回送货的时间。当剧情大概推到第4章之后，就会有一段关于船长过去的剧情，这个时候你和偶人对话的话，就会听到他说他想听某首歌了。我们只要打开终端机的播放器，选择播放他说的歌曲，就会触发一段跳舞的表演。这段表演在网上被传得神乎其神，但由于我并不是粉丝，所以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表演结束之后，我们就可以拿到奖杯。游戏的过程中，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表面勤勤恳恳，背地里却是以碰瓷为生的阴险送货员们。靠近他们之后，按触摸板就可以和他们打招呼，然后他们会为了减轻负担而假装大方的送一件垃圾货物给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只要回敬他们一件更重的垃圾货物，就可以阻止他们的阴谋了。当然，整个交易的过程还是要轻拿轻放的。
好了，这样就可以拿到中流砥柱送货员的奖杯。在地图上你会看到这种有黄色小锤子标识的设施，只要跑过去修复一下，就可以获得紧急上攻的奖杯。当剧情进行到解锁了动物园之后，我们就可以从飞船停靠的这里往里边走，里面就可以找到一种长得酷似金色史莱姆的开罗尔生物。这里曾经可是刷开罗尔水晶的圣地，可惜很快就被制作组修复了，真是小家子气。总之，当你看到金色史莱姆之后，远远的丢一颗血液手雷是最划算的打法，只要干掉一只就会获得奖杯了。By the way， 虽然这里被修复了，但是如果你比较缺水晶的话，还是可以来这边刷的。虽然他们无法无限刷新了，但是你每天来炸一次，还是会获得6000左右的水晶。对于那些逃跑掉的史莱姆，我们可以通过保存游戏，再读取最近存档的方式来刷新它们。在动物园的设施开放之后，我们就可以绑架小动物进行保护了。随便抓一个动物送到动物园，就会获得一个奖杯。游戏中有很多的矿场，这些矿场可以产出大量的特定材料，让我们狠狠地过了一把皮卡车司机的瘾。在修复了3座矿场之后，我们就会获得哇哇哇的奖杯，而修复了一段完整的轨道之后，就会获得铁路修复工的奖杯。虽然多数的矿场都连接了轨道，但毕竟轨道的覆盖面积还是太小，所以使用单轨来将挖掘到的材料送到指定的设施，再由皮卡加飞船的组合来进行修路材料的运送是比较好的选择。在遇到拥有2只惯用手的光头姐妹会首领之后，就在它设施附近的沙漠中会看到这2个沙丘，沙丘的中间区域会固定刷新一只白化的袋鼠，这只袋鼠的具体位置大概就在这2个高速公路的修建机附近，我们只要把它绑到动物园，就可以获得稀有动物救星的奖杯了。另外，光头姐妹会的设施门口还有一个温泉，泡温泉时按住 L1， 然后看星星，随便转一圈就会跳奖杯。按住方块键，选择把桶放在头上，会被传送到新人的温泉。在新实验室这里，我们会接到制造温泉的订单，同时建造机也会解锁温泉钻探机的功能。这个时候，地图上就会出现水文学家建造温泉的协助请求了。你可以在任何地方建造温泉来获得奖杯。以下是游戏中全部9个温泉的位置，每一个温泉都会有独特的增益效果。It looks like it would. Yeah, 在新实验室的北方有一个大坑，当你解锁了棺材滑板之后，可以滑到大坑中间的郊游湖，到了这里就可以拿到巨人留下的疤痕这个奖杯。游戏中的设施随着连接等级的提升，会解锁更多的送货工具奖励和一些很难被看到的背包贴纸，所以我们拼命努力送货的奖励就是帮助我们更好拼命努力送货的工具，这简直是太棒了。在连接上了全部的设施之后，我们可以拿到持续连接的奖杯，而将全部的设施都提升到最高的连接等级之后，我们就会获得游戏中最难的一个奖杯。关于这些设施，我认为有必要说明的是，游戏中的大部分设施 NPC 都会随着剧情解锁，而一些则会出现在子订单当中，其中比较容易遗漏的是通过拾取野外的垃圾货物才会出现的设施，姑且勉强算是隐藏设施吧。这些垃圾货物会在剧情推进到某一个阶段后出现，如果剧情没到的话，你是不会找到它们的。这些 NPC 有时候还需要完成他们一个子订单才能够顺利的连接上，以免有所遗漏。这里我会随着游戏的进度顺序来告诉你这些隐藏 NPC 的货物究竟在哪里。
首先是住在墨西哥的2位艺术家，在剧情进行到配送小路的货物，就是从地图物理研究实验室往回走这段路上，就在实验室外的下坡路可以捡到他的货物。捡到货物之后，就可以看到他的设施了。忍不住说一句，这位艺术家的脸模在现实中，他不但是一位模特，还是一位货真价实的艺术家。他的画风和游戏中上传到 SS 上的画非常相似，因此我猜测那或许就是他自己的作品也说不定。下一位布赫出现在和艺术家相同的进度，在南边配送中心门口右边一点就可以捡到他的货物了。这个家伙的登山靴在游戏的前期是非常好穿的鞋子，可以考虑多做几双。然后是澳洲的部分，首先是发明家。当剧情进行到从西捷堡送救援物资到北部观测站的时候，可以在北边的矿场周围发现他的货物。他住在一个郊游环绕的小岛上，最好的方法当然是使用棺材滑板或者是使用索道到达，但是很可能这个时候你还没有这些东西，所以开皮卡车过去也是不错的。我们可以通过扫描发现一条黄色的路径，然后沿着这条黄色的路径就可以顺利到达了。它的奖励除了装可爱的兜帽之外，还有半锁枪和电击半锁枪。半锁枪我并不是很喜欢，但是后期解锁的电击半锁枪则非常的好用，毕竟捆绑加电击的组合，相信是没有人能顶住的。下一位是披萨大厨，他还关系到一个奖杯。当剧情进行到去沙漠工厂破坏武器制造机，就是再一次碰到吉特男孩那里。这段剧情之后，我们就可以在强盗的营地中找到披萨大厨的手链这个道具。捡到这个道具之后，按照地图上的标记位置送过去，就可以获得奖杯了。在披萨大厨这里，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华丽与不实用兼备的招数，非常的有意思。然后在光头姐妹会的西边有一个拓荒者。当剧情进行到大概是拿到照相机解锁了拍照功能之后，就可以在光头姐妹会设施外面的废弃建筑中找到他的货物。他这里会给我一些我直到通关都没有用过的奖励。下一位登场的是可以让我们的水变得更好喝的焦油治疗师。当剧情进行到从南捷堡运送加速器到麦哲伦号的时候，我们可以在路上找到他的货物。最后2位都是要在非常后期才会出现的 NPC， 大概是第4章的时候，当我们需要返回墨西哥去找 Tomorrow 的时候，在雪山山脚这里可以找到 BPAS 的设施，他的货物就出现在他的设施周围。最后一位登场的就是喜闻乐见的不可能先生了。同样是剧情推进到第14章的时候，我们可以在他的设施周围找到他的货物。如果这里找不到的话，也可以到下面的伏兵区域去找一找。不可能先生的任务都是一些比较刁钻的任务，说是有难度吧，倒是也不难，感觉就是一些为了故意难为玩家浪费时间而出现的任务，算是游戏中我第2讨厌的家伙了。不过好在他这里的奖励还是不错的。总之在做他的任务的时候，记得带好梯子和攀爬绳。他这里的连接等级升满之后，会给我们一个3级的建造器，这在后期，尤其是当我们需要在雪山周围搭建索道网络的时候是非常有用的。不可能先生有2个我认为比较难的限时订单，其中一个送大桶水的订单我做过详细的路线影片，这里就不再介绍了。另外一个是比较恶心的最终挑战，在这个任务中会要求我们在限定的时间内，在地图上的7处强盗营地中拿东西。如果我们乖乖照他说的做的话，这个任务就会变得非常恶心。但毕竟制作简单有效的攻略才是本频道的核心宗旨，所以这里我会给你提供一个简单的方法来完成。我们只要在接受任务之前，把地图上的所有强盗营地全部扫平，然后再利用飞船加车的方法来运送货物，就可以很轻松地完成它这个不可能挑战，让它见鬼去吧。除了前面说过的动物园和披萨大厨之外，还有2位 NPC 拥有专属的任务奖杯。渔夫可以通过 F5 东部配送中心的次要订单116来解锁，他的奖励是背包罩和遥控榴弹枪。或许是他觉得自己的奖励有些寒酸拿不出手，所以他这里的好感度是非常好提升的，算是某种弥补吧。但是很显然他并没有认清自己的真正价值，他这里最有价值的其实是一个超强的 BT， 而这也关系到我们的奖杯。当他这里的连接等级快要接近5星时，会给我们一个焦油湖之主的任务。通过任务的指引，我们需要先找到诱饵，然后去顺利击败焦油湖之主，就可以获得奖杯了。值得一提的是，焦油湖之主是可以使用精灵球手雷来抓捕的。实际上整个游戏所有的 BT 包括 BOSS 都可以在红血时使用精灵球手雷来进行抓捕。
这只巨大的鲸鱼外形显然是在致敬莫比迪克，而它也是我感觉整个游戏用下来最好用的 BT 了。再来说说幽灵猎人，这里这个 NPC 可以通过节律生物学家的子订单109来解锁。幽灵猎人不知何德何能，关乎了3个奖杯，其中无头骑士的真面目需要在他这里接受订单，然后在夜晚时前往任务所指引的地方进行一场暴力的3轮摩托车竞赛。在没有榴弹的情况下，使用大弹夹的机枪是非常好的选择。幽灵猎手真相的奖杯则需要等到通关之后才能够完成。通关之后，我们再一次拜访他，然后在系统的页面中关闭掉开罗尔网络，再一次访问他的终端机就可以跳杯了。最后的终结宝救星奖杯则需要在它的连接等级即将到达5星时才能够接到。我们需要跟随任务的指引，一路来到终结宝的外面，然后干掉一个 BT 巨人。这个巨人也是可以通过精灵球手雷来抓捕的，他的无公害虚报可以秒杀任何的单体 BT 单位。在这里提醒你一下，如果你要抓他的话，最好不要带强力的 BT 助战，以免把他误杀掉。推荐你多带一些火箭筒，对着他的2条惯用手臂和头部一通猛轰，很快就可以把他打到残血，然后要杀要剐就随你便喽。战斗胜利后，我们就可以获得奖杯。关于资深送货员这个奖杯，如果你是正常通关的话，应该只会缺少消灭和摧毁这一类的订单。这一类的订单单靠澳洲是不够的，还需要返回到墨西哥才能凑够10个。当游戏进行到这里，我们剩下的最后几个奖杯应该都是一些费时费力的奖杯了。这个时候，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不断的来回送货来提升设施的连接等级。我们可以通过订单查询的方式来找到需要送的货物。为了更高效的送货，我们还需要做一些准备工作。首先是建造所有的高速公路和单轨。在本作中，索道虽然没有1代那么重要，但是在雪山地区和墨西哥还是需要搭建一些，来方便运送那些现实的订单。接下来就是去商店买一些你喜欢的东西。然后找一部你想看的片子，点开它，接下来就是漫长的送货之旅了。我猜制作人是想通过这种机械式的重复游玩过程，让我们能够像推石头爱好者西西弗斯一样，对存在本身进行反思，顺便再深刻地思考一下人类的未来命运。无论如何，我利用这段时间干掉了2部书，外加1部剧，可以说在劳动的同时，我还获得了知识和娱乐。那么目前阶段，我们所剩下的仅仅就是为了提高连接等级而功利化的送货，所以尽量选择重量高、给赞给的多的订单。然后不要忘记把顺路设施的货物一起拿上，还有公共储物柜中也有不少垃圾货物，也可以一起拿着。交货时注意不要一次全部交掉，因为像是渔夫、探险睡眠家、幽灵猎人、不可能先生之类的 NPC 都是需要通过专属的任务订单来提升等级的，所以如果我们一次性交太多的话，只会卡在某一个星星的进度上，而我们多交的货物则会被完全浪费掉。还有需要说的就是，我看过一种使用飞船来送货的方法，这种方法是靠接大量的订单来塞满飞船的储物柜和皮卡车，但是使用飞船运货会受到很大的惩罚。单靠订单我们只会获得很少的赞，所以我们就需要摧毁一个据点之后来获得一些战斗加成。单靠这些加成的话，也是会获得很多赞的。你甚至可以认为这个方法是完全依赖这些战斗加成来提升等级的。但是根据我的实测下来，感觉这个方法似乎只是看上去比较爽，实际上也并没有感觉会快多少。而且这个方法只适用于当你有大量的订单的时候，因为每一个订单都会获得1次加成，所以订单越多，加成就越多。所以如果某个设施你只有1-2个订单的话，你还是老实送货比较好。总之你可以根据喜好来选择自己的送货方式。但我向你保证，无论如何这个过程都是很无聊的。在我历尽了千辛万苦，满足了这一张张贪婪狡诈的脸之后，白金的奖杯已经近在眼前了。但偏偏就在我即将成为全澳洲的好伙伴的时候，却不得不面对那个我反复逃避、发自内心厌恶的存在。它就是比不可能先生还要变态的终极障碍，是挡在白金奖杯前的最终 BOSS。举一个不恰当且毫无关系的例子，如果说人体蜈蚣1还勉强算得上有一点恐怖元素的话，那么人体蜈蚣2就是纯粹恶心人的视觉酷刑。这位探险睡眠家对我而言就是这种恶心感觉的具象化表现。我始终搞不懂这对父子到底在干嘛。父亲身为探险家，却患上了野外睡眠癖，整天跑到天涯海角去睡觉；儿子则沉迷社交媒体，只会发 SS 来麻烦我们。
探险家最初可以在 F2 南部配送中心的子订单21号来解锁。最开始我们需要在强盗的营地中将它背回来，在此之后他爱上了这种感觉。每一次升级我们都需要满澳洲的跑，然后把它找到，再把它背回家。他睡觉的地方有时会在悬崖边，有时在世界最高峰，有时甚至在冥滩等等。这次叫做冥滩之上，说的该不会就是……总之我总结了一下他的露营地点选择，就是那些很远很难到达的地方。每一次听到他这样说，我都感觉太阳穴附近的血管在一蹦一蹦的，感觉快要炸了一样。这里摔了一跤，居然损坏了 5%， 我希望这 5% 是他的一颗蛋。终于啊，在一次又一次将他背回家之后，我们的连接等级终于达到了5星。这个时候我发现居然没有跳杯，原来是墨西哥那里我还一直没有升满。好消息是，相较于澳洲，墨西哥这里的居民就淳朴的多了，只要建一套滑索，其实不建也无所谓，毕竟经历了探险家和不可能先生这2个变态的考验之后，墨西哥这里的订单简直简单的不像话。这边的 NPC 也没有澳洲那些 NPC 那么多的城府，很容易就满足，所以很快就可以升满。最后的跳杯就留在罗伦这里吧。OK， 在完成了这个奖杯之后，你已经完成了游戏中最难的一个奖杯了，或许你已经白金了，但是我还剩下一个建造大师的奖杯没有做，这里就来做一下。建造大师的奖杯非常的简单，除了要做建造机中的12种东西之外，还需要制作3种工具，分别是梯子、攀爬柱以及路标。然后是随便任何一个告示牌，就是按住十字键下键所建造的那个东西。最后还有2种武器，分别是电击陷阱和展开式护盾。需要说明的是，这些东西需要同时在地图上存在才会跳杯。如果有些东西已经损坏了，它是不会被计算在内的。你可以随时的点开奖杯来查看你还缺少几个东西，所以最后选择一个你喜欢的东西来跳白金奖杯就好了。OK， 到了这里，《死亡搁浅2：冥滩之上白金攻略指南》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观看，这一次可以称得上是我近几年来最为疲劳的一次白金了，真是一次超级大加班。我想我需要去狠狠的睡一觉了。如果这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还请你点赞或是订阅我的频道。那么祝你游戏愉快，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啦，拜拜。